我在登机了。啊？我真没事儿了，你回来了，叔叔怎么办呀？今天出院了，家里有护工在，放心。准备起飞了，落地跟你说。还是比你抢先一步。姐姐，我给你寄的快递现在在派送了，你记得签收一下哦。你给我寄了什么呀？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来了。你的快递。啊，谢谢。这是什么呀？嗯？你是不是寄错快递啦？没，姐姐，你开机看看草稿箱吧。草稿箱？这又是什么事情晚吧？怎么了，皮皮？想吃罐头啦？来，皮皮，来，姐姐给你拆个猫条吃吧。快来，快来，快来！好吃吗？皮皮，来，我给你挤这儿啊，慢慢吃。姐姐，你看到了吧？对不起，是我在外婆家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擅自偷看，改变了草稿箱里的故事，却因为胆小不敢承认，在你陷入抄袭纠纷的时候撒谎，隐瞒了事实。这次在杭市看到你还在费心追究这件事情，看到你因为我和我哥的关系而感到困扰，我想，我要是再不坦白，就得永远插进下去了。姐姐，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讨厌我也没关系，但我哥在事发第3天才知道这件事情，他第一时间赶回国，原本是打算跟你说明真相的，只是看你装作不认识他，他就迟迟没有开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原谅他，他是真的很喜欢你。郑老师拿给我们班的那篇考场范文，是你写的吧？什么考场范文啊？你爸爸问我，为什么老在106弹琴，我没敢说，是因为从那间琴房的窗户望出去，刚好能看见你。你的座位换到了窗边，为了在走廊发站看你。我迟到了。往这站好。去。
许怀松，你怎么还学会迟到了呢？先罚站啊！每一次靠近你，谁虚谋，谁故意？你还来操场上体育课吗？我已经跑了5圈了。冉玉，冉玉。还有，道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花泽类应该不吃炸鸡。你说喜欢雨后初晴的天气，要校庆的时候弹 After the Rain 吧。你们班那个揪你辫子的男生问我要英语作业，我没给他抄。我买了把新的抽屉锁，密码是你的班级加学号。艺术馆楼下那只猫一直在叫，我喂它吃了猫条，真听话。可其实我不喜欢猫，我喜欢你。我要出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至少记得一下我？那牵一次你的手吧。支付密码309017。你今天上了楼顶，你不是恐高吗？你怎么知道我恐高啊？等见面就告诉你。写诗人如果没有拿到这些细节稿，不可能跟我照本成那样。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你不会觉得这些炸鸡、可乐很幼稚吗？你不觉得这很不符合一个小说男主的形象？你分到我们班的同学录没有给我的，他们回收的时候，我自己加了一张进去。运气好的话，你会看到吧？冉玉，哎，你是来分同学录吗？对，我帮你分吧。好啊，谢谢你了。谢谢。
掌心的感情线，多想拥有另一道交叠的思念，总有个理由，是你不知道的心愿。如果可以续写暂停的从前，愿你在五光十色的明天里踌躇去远。就算我什么都看不见，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你很念旧？无论最初或到最后，只想牵我的手。数过双手，真的好久不见。说着我们才追上两人的时间，是期待太久，一语想的浮现，翻阅着蜿蜒，寻找通向圆满的情节。错过一次已足够，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做怎样一个我，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你能否牵紧等待的手，让我穿越人山人海的时候，确认我拥有。这个时间早就落地了吧？怎么还不回消息？还是说，他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手机，担心我又怪他瞒我？怎么，不该怪吗？是我。许怀松，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用最真实、最坦诚的样子，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 9班的阮玉。曾经很喜欢你，现在……等等，这话应该我先说。
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史班的徐怀松，曾经非常喜欢你，现在比曾经更喜欢你。这首还握不握了？不握的话，抱一下吧。每一次靠近你，谁虚谋，谁故意，怕被你看穿，又担心你不懂心思的隐秘，谁字不答应。哎呀，不好意思啊，那我这正巡逻呢，完了看你们这个，这跟拍电影似的，看进去了，打扰了，那个我马上走啊。我们是在对电影剧本呢，刚刚对完上一幕，我们现在进去抠一下细节。想要抠什么细节啊？是有个想不通的细节要抠。我很好奇，在他重见天日之前，到底是怎么安然度过这么多年的？我当年离开的时候，把电池拆下来了，把手机和电池放进了密封箱里。当然了，你也可以问一下手机厂家，他们是怎么制造出来这个奇迹的。那你这样半天不饿吗？飞机上吃过了。飞机上吃过。那太可惜喽。我准备的夜宵，你不吃啦？坐吧，我突然又饿了。干杯！干杯！来入口喽。那个真的不错。小时候那么多顿炸鸡没白吃。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当年一开始，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老板，银河帝国第3期到了没？哎呦，姑娘，你来晚了啊！就一本刚被借走。
就里边那个帅哥借的。看校服，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哦，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不过他好像在睡觉。还是算了吧，等他看完了以后我再看。也行。天气这么好的周末午后，能看着自己喜欢的漫画书睡觉，太舒服了。人生嘛，就该反复活在这些美好的瞬间里。你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我们班每个同学都认识你。就这么简单？就没点言情小说里那种浪漫的邂逅？那没有的话，就不能当你的男主了。能，让你当，那你当够。都当了几十张的男主了，不当也罢。你什么意思？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升级一下身份了？皮皮，你怎么这么顽皮啊？你不知道姐姐正在说很重要的事情吗？我们一起听啊。一起听。怎么了？闻什么呢？啊？闻什么？闻我们身上的油烟气呗。我身上也有油烟气，是在你这儿染的，是不是要负责呀？怎么负责？请我洗个澡。洗澡啊？刚还在升级身份，这么快吗？你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呀？洗完澡以后你穿什么呢？我带了。楼下车里。你今晚是要留宿吗？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留宿的话，我就把客房给你整理出来。不用，我留，但不宿。时差还没倒过来呢，一会儿我在客厅里工作，陪着你。这样应该不会做噩梦了吧？一会儿我下楼拿，你先收拾，早点休息。去吧。晚安。晚安。男朋友。男朋友。男朋友。我那晚安是不是说早了？睡前真的不再做点什么了吗？许怀颂今晚在我家。你俩终于撕下伪装，准备坦诚相见了。我现在在卧室的床上躺着。特乐啊，是辗转反侧，紧张的哦。他现在在客厅，做准备工作啊。是忙于工作。两情相悦，
还孤男寡女，还共处一室，还忙于工作，他该不会什么呀？是不行吧？怎么突然就回国了？有急事吗？回来当男朋友，算急事儿吗？正式的那种吗？不然呢？没有试用期。又不是应聘，有什么试用期啊？哦，好吧，那你现在是在他家工作。你这个男朋友不但正式，还正得发邪呀！太正了吗？太正了，实在是太正了，可以说是正的发邪了。给他颁奖吧。那他这么正，只能我歪一下了。任玉，怎么啦？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刷视频啊？我有点睡不着，我有点无聊。那我进来了。嗯。我想着让你能早点休息。我一个人在客厅无聊，你怎么还无聊上了？你有点无聊啊？那要不我陪你聊聊天？我说我陪你聊聊天，你笑什么？有吗？我在笑吗？你笑了，你笑什么呢？我在笑我被我女朋友套路进房间的事情。不是你问的吗？你不想问，你烦死了！你出去吧。生气了？我没生气。好了好了啊，是我想来的。先出来嘛，别闷在被子里，睡不好的呀啊！你干嘛？我300多条短信，那么多套路，都被你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那是一报还一报。谁让你当时那么美滋滋看我的小说，你还让我念。哦，我让你念什么了？没什么，我要睡了。说清楚才是。
那我郑重跟你说明啊，我小说里第23章那些内容，那纯粹就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我本人当年从来绝对没有做过那些。哦，那些。不过写的还不错。真的吗？恋爱谈过半次，吻戏写的倒是挺逼真啊。那当然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干嘛？想喂你吃猪肉。窗台的花绽放开，思念也席卷而来，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漫步于人海，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再过的情怀，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一切你来，喜就变轻快。直到妈他怎么一脸淡定的？寻梦已久的爱，也知道为你而存在，从细针变成爱，就现在，别再。看表情，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要听，它真的比烟花炸得还猛。哎，走错了？说什么呢？不小许在这儿吗？怎么可能走错呢？阮老师、阙老师，请进，请进。哦，我来拿拖鞋。啊，我是粉色那双。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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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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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的包子，我煮了粥。走走走，快快快！怎么？你宁愿相信走错了，也不相信女儿真谈恋爱了？不是，这不谈则已，谈也太快了。你别这么急着下结论，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啊，拿钱，拿钱，拿钱！哎，小许啊，哎，阿玉呢？他还没醒。还没醒啊？这平时也不是爱睡懒觉的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起啊？要不你去叫叫他？好。我去也不太方便，
要不还是曲老师您去吧。对对对，好，我去叫。我亲闺女嘛。来来来来。您来。这这么香啊！阿玉啊，是红色的，几点了？我是你妈。妈。嗯。妈。妈。哎，你怎么来了，爸爸？怎么，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没有啊。嗯。赶紧的啊，快点起来洗漱，下去吃早饭。你爸也来，快来，快点啊！我爸。小雪啊，哎，你这是刚从国外回来啊？对，昨天晚上刚回来的，时差还没到，就工作了一晚上。年轻人忙点好。对对对，好好。那你这次回来是那边的事儿都忙完了？还没，有几个案子还没收尾，过段时间还得再过去。不过，我已经没有再接新的案子了。小徐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了。好，好。玉玉呢？还没弄完。阿玉，这正干嘛呢？快出来吃早饭了。来了吗？快点过来吃早饭。来，你看，你爸给你包的包子，一大早忙到现在，有菜包子，还有肉包子，是不是？都是我爱吃的，谢谢爸。还有小许给你煮的粥。爸妈，你们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哎呀，这不是怕你睡不好吗？上次在家的时候，你看你这眼睛下面黑眼圈，大的跟小熊猫似的，是不是？行，现在啊也是不用担心你了啊。谢谢。哎，小雪，哎，你知不知道周俊那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啊？警方目前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具体的还得等会见过后才能知道。我也想着一会儿去趟律所，再了解一下情况。好。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吧。吃个大包的包子。吃吃吃。来，用这。小许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了。你等等，怎么了？我刚才刷牙的时候，听到你跟我爸妈说的话。其实这件事儿，本来我打算过2天告诉你的，但是我看老师他们好像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就提前表了个态。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说表态就表态了呀？你在那边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事业，还有你积累的人脉资源，这些都没你重要啊。可我还是希望是我们2个人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2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儿，
本来打算见面跟你说的。你看啊，我的工作性质呢，对地域限制会比较少，用不着1年365天都待在国内。也许以后我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国外旅居，你也不用彻底放弃那边的事业，可以同时开拓国内国外2块业务。这样你每年也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可以待在国内。你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会比较两全？你说的没错。不过你想不想听听我的两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入外籍吗？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家。我的根在中国，亲人也在中国，现在还有你，也在这里等我，所以我必须要回来。那叔叔呢？叔叔一个人在国外怎么办？其实爸爸生病之前，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要改国籍的事。以前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别的规划，后来他生病之后，我整理了他的工作资料，才发现他其实一直有做国内的投资。这次他进抢救室之前，手里还攥着全家福。我想爸爸可能后悔了。不过他现在身体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接他回国的事得缓缓。其实我很高兴，你愿意为了我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这些年，我积累的最重要的，不是换个地方就没用的人脉和资源，而是能力。我有能力能在国外做好一名律师，在国内，我也一样可以。过去的10年虽然很长，但是跟往后的几十年比起来，不也不值得一提吗？安全带，出发。这次真找了一个律师男朋友，你该放心点了吧？他这个行业啊，看着人际关系简单，接触人员少，不太出门。但是你也知道，这网上这些舆论多吓人呐！我们学文学的，心思细，很多话呀，特别容易走心。我想着吧，找个律师，随时都能帮上忙。这才呀，给他介绍一圈律师。你想，现在我们2个还在，他出了什么事儿还能陪陪他。这要是以后我们俩走了，他这一个人，我怎么放得下心啊？今天看到小许在，是吧？他也有打算回国工作，我就放心多了。别说那不吉利的，你看你现在这身体，1天3顿，顿顿2大碗米饭，能吃能睡的，别想这没影的事儿。你说什么呢你？我跟你们这些理工男真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这身体好，是不是？我这叫未雨绸缪。也可能是杞人忧天。哎，好成语不是用在这种时候的。你现在最好是把我这个包子给我热一热。刚才光顾着看他们，我都饿着没好好吃的呢。我给你重新包。重新包，你女儿这屋里有面粉吗？重新包。我眼花了吗？我是不是该去看眼科了？不，如果要去的话，我更推荐脑科，看看反应迟钝能开点什么药调理一下。什么意思啊？我不会是我们公司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吧？喏，你可以问问保洁阿姨。如果阿姨还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倒数第2个。哟，这么早啊？正式工就是不一样，一上岗就光明正大的，不像我这临时工只能地下恋。看什么的？
被你们的幸福刺到眼了。对了，周俊的案子怎么样了？还在正常推进。周俊的父母已经来过律所了。本来人家是想委托你来接这个案子的，但是你的情况，我跟他们父母说了，然后他们就同意委托张姐来接了。嗯，张姐呢？许怀松呢？他怎么没来？我是智坤律所的张玲律师，你的家属委托我作为你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一案的辩护人，你对此有无意见？我有意见，我只要许怀松。我说了，我只要许怀松，只有他能救我。我跟你说过这个事情的呀，许怀松。许律没有国内律师资格证，他既不能为你辩护，也不能为你上庭。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排斥我，你只能选择相信我。好。关于本案的案情，你跟警方如何陈述的，请向我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我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会不会涉及到隐私什么的？你认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也许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你就在这旁听吧。好。这是我跟周俊谈完之后梳理出来的资料，你们看一下。根据周俊的说法是，被害人遇害时，他本人并不在现场。案发当天是被害人开的车，案发前40分钟左右，周俊坐在副驾驶，与被害人起了冲突。冲突原因呢？周俊说，被害人进入环视工作之后，经常加班应酬，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被害人跟他在一起经常心不在焉，所以他一度怀疑被害人出轨。两个人不止一次为这事儿吵过。你遇到过他们俩吵架吗？有，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就是怀松飞美国那天。你注意安全啊！我们先走了。嗯，再见，拜拜。你怎么还生怒气了？除了那次还有吗？还有几次都是在环视的楼下，而且姚鑫对周俊的态度确实是一直比较冷淡的。具体的时间我查一下手机上的打车记录，一会儿截图发给你。好。关于怀疑被害人出轨一事，周俊有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有。周俊说，案发当天就是想看被害人手机，确认他有没有出轨，却被被害人制止了，两人吵了起来，发生了肢体冲突。周俊被被害人抓伤了手臂。现在警方锁定周俊的一件关键的证据就是，被害人指甲里残留的皮肉，跟周俊的 DNA 一致。但周俊的说法是，肢体冲突之后他就下车了，被害人独自开车离开，他自己一个人在山路上徘徊了一段时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又没电了，他就步行走到了老师家，再之后就是跟老师一起吃饭，收到了被害人遇害的消息。那目前这个案子没有出现第二嫌疑人吗？暂时没有，那条山路上是没有监控的，被害人车辆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车内包括凶器羊角锤上也没有发现周俊和被害人以外的生物痕迹。至于案发现场，因为那天刚巧下了一场大雨，痕迹遭到破坏，取证也比较困难，警方在进一步的侦查。有话就直说。许律，
这个案子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我知道你没有国内的律师资格证，但是知昆律所的一些疑难案子，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周俊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张姐啊，许律对刑事案件也不是很了解，我看这次就算了吧。刚才许律问的那几个问题都问到点子上了，一看就很专业啊，不像不熟悉的呀。这样，周俊这个案子你们正常推进，至于我本人进不进来，我们再议。我还以为你会劝我，或者是问问我不接刑事案件的原因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秘密嘛。你不想接刑事案件，肯定有你不想接的理由。你不想说原因，也肯定有你不想说的理由。但只要你想说，我一直都在。刚在楼上开会来着，等的时间长了吗？刚到，特意给你打包了好吃的。明英吗？这么好，抱一下。怎么了？徐怀松跟阮玉在后面。别回头。有吗？怎么办？要不咱俩坦白吧？闭嘴，他们过来了。明英，啊，这么巧，正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来啦？我来给你送饭啊，都是你爱吃的。那本来是我的。太好了。这个本来也是我的。不是说下楼吃饭吗？刚刚不是下楼吃饭，怎么在这儿？吃饭。对呀。我刚要下来吃饭，然后碰到沈小姐了。那既然这么巧碰上了，咱们就一起吃呗。不用，你们吃就行。这有什么的？反正咱们4个都认识。一起啊。一起吧。走吧。就当是给我加餐了。多吃点，让我来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哎，我点的。虾仁。这么巧，也是龙井虾仁。加餐也是啊。真巧啊！可不是嘛，这就是有福气的人啊！这口福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是不是？你好，辣子鸡，什么爱用？哎，你看这个我就不爱吃，不爱吃辣的。辣的菜里边，我只喜欢吃一道菜，你知道是什么吗？麻婆豆腐呗。哎，还真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你忘了，我也爱吃啊。我今天本来准备的双人餐，想咱俩一块吃的。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你最爱吃麻婆豆腐。对呀，学校门口那家。对，就是那个，你还记得？你少说话。手机响了。我回个消息啊。回。哎，刘律师。你平时手机都不调静音的？我平时怕错过一些案件的重要的信息啊，习惯了，所以就习惯性的把声音调得很大。那你倒是看呀！啊，我看啊。
拿出来。我当然得看了。糖醋小排，请慢用。哎，那个新闻推送，这是我最爱吃的菜，你帮我准备了吗？你看看。什么音？不可能！你看这个，说什么来着？你最爱的必须有。来吃饭。差不多。哟。哎，你说你们恋爱当中的人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种单身人士的感受呢？是吧？你们爱意浓浓，我们就抱团取暖。对，那你给我夹，哎，我也给你夹。可以，好。哎，来，谢谢啊，谢谢。再吃点，一样吃一个。好，谢谢。你要吃什么？你们抱团取暖起的挺好的。之前是一起吃过饭吗？没有。哦，之前刘律师帮我处理分手那个纠纷，然后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过一顿饭，就那一次，我给忘了。对啊，就一次。就一次。就这一次。虾仁好吃。最近厨艺有进步啊，是不是啊？又演到我父亲当年的那个案子。那就先这样。你们去吧。我继续取暖取到底吧。啊，我送你。不用，我打车就行。别呀，送活送到西嘛。是吧？是。行，那谢谢刘律师了。哎，客气。走。那我们先走了。去吧。拜拜。快去吧。许律师估计不来了，我们就开始讨论吧。好，那咱们先开始吧。